田姐，这条是韩国的一个牌子，这条是高定，你觉得我穿哪个合适？你自己觉得呢？这条，我当初买的时候花10好几万呢。不要选这条，为什么？这条虽然很好看，但整个气质和晚会不符。可这一看就是大牌。它太艳了。晚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是端庄和大气。是，观众才不会管你大不大牌，人家只管好看。而且越贵的东西反而会让观众觉得有距离感。这你要听圆圆的啊，她主持了4届颁奖晚会，有经验。那你觉得我穿哪条好？我要是你，我肯定会选红色的这一条。这条会不会太廉价了？舞台上有灯光，不会的。真的？一会儿彩排，你可以把2个裙子都带过去，你试一试。我相信，红色的这一条会更加出彩。金色这条呢？那天你们开会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，整个舞美设计的主色调就是金色，你再穿一个金色，那不就糊在一起了？并且金色在舞台上特别容易显得俗气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是谁点的咖啡？这儿，哎，来，小江，咖啡。谢啦，叶静，谢谢。田姐，咖啡。哎，谢谢。赵老师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自己喝吧。没事儿，我待会儿再叫一杯。那个，能不能跟你商量事儿？就是我最近在彩排晚会比较忙，所以每周的房产在线，你能不能做周6周日，我做1到5，行吗？没问题。谢谢啊。谢谢你的咖啡。没事儿。哎，你们回来了？白老师，怎么样？都采访到了。那我今天顺序怎么排啊？第1条，上现场骚乱，还有会议室的暗访视频打头阵。第2条用曾奎那边的，你那边采访用第3条，苗子的收尾。明白。哦，苗子，你再补一个律师的采访电话。好，曾奎，你那边再补一个融汇财富的背景资料。行。画面就用杨教授的一些素材吧。这套组合拳下来，直击现场今天只有躺平啊！躺不平，我们能想到的，他们肯定也想到了。那既然大家都是同样的素材，我们就力争把新闻做得更精彩。努力吧！加油！加油！喂，关于杨世平和辛磊3号爆雷的所有的新闻都暂缓报道。上来之后再做个物理保存。什么是物理保存？之前跟你说过，你忘了吧？就是把这个全部上传之后复制一遍。哦，对。好，谢谢。白老师，新的串联单我写好了，还有替补跟上的新闻。怎么都软不拉几的？没办法，杨教授那个新闻下了一整组，只有这几条新闻能补够时间，都没有一条能打的吗？这条是不是还行啊？是独家吗？实际现场没有的那种。刘思秋，哎，白老师，你这写的什么呀？这是新闻吗？我连对新闻的基本判断都没有，你怎么当的记者呀？我拿回重写。高宇初，哎，你今天出门之前，我跟你说了，让你发2条新闻的，为什么现在只有1条啊？是这样，白老师，等我到现场之后，我发现这事情和我们想象中有点出入，于是我就不追也不挖了，给自己放假了。谁批准你只交1条的？啊？你是不想干了吗？不想干交辞职报告。拿去，下班之前给我补齐2条新闻。
你。连续3天，不是首发就是签售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做这种提报？不是出版口就这些东西，我也不能漏报啊。那你就不能有点上进心，看看有没有别的新闻可以跑？咱们的热线电话是干嘛用的？热线现在越来越少了，都没几个人打，就算有，也没什么新闻价值。你把那上面最差的一条给我跑回来，也比你现在交给我的这个强。东东，哎，热线单子给我一个。哦，还就不信了呢。这为什么到10点之后就没有记录了？谁值班啊？上午是何老师和春燕，可能那会儿没人打热线吧。他们俩上午不在办公室，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回来20多分钟了吧，我才看到他们回来。说啥呢？你们俩上午干嘛去了？陈老师，为什么10点钟之后没有记录啊？啊？上班的时候脱岗这么长时间，干嘛去了？吃饭、逛街、谈恋爱，连一个热线都接不好，你们还能干什么？我们没有，跟春燕没关系，我把她带出去的。你说的对，我接个热线都不及格，但你作为制片人，你更差劲。何欢，你从老孙那出来你就满脸的不高兴，一直在批评别人，新闻被下了，谁心里都不好受。稿子有问题有很多种原因啊，你问过现场发生什么情况吗？你有给记者什么帮助吗？你有体恤过他们的辛苦吗？还是你自己有什么对策？你不什么也没有吗？你就不停地在那发火，把大家当出气筒。你觉得这是一个团队该有的氛围吗？我是就事论事，不是每个人都是你白杨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普通人都会出错，都会疏忽，甚至都会偷懒，但起码他们也要得到尊重和认可。如果你连这点都不懂的话，人家怎么替你卖命啊？你要觉得我接热线不合格呢，你可以随时把我开了。但今天这件事情跟春燕没关系，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。其实你们都很讨厌我，对吗？不是白老师，就是怕。所以我真的很差劲儿，对吗？喂，白老师，请你下来审片。好。对不起啊，要是我没跟你一起去，就不会这样了。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和白老师都是有能耐的人，为什么就是搞不到一块儿呢？三观不合，感情破裂。那你现在去哪儿？回家。那你明天还来吗？不来了。那你以后会去哪个部门呀？再说吧。你赶紧回去吧，免得一会儿要骂人了。拜拜。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外景镜头啊？我们忙着回来发稿，就没有拍。去素材库里面找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这不是我拍的。我觉得你现在不是要曝光，而是要报案。不是吴诺尔骗了你，
而是骗子借着吴诺尔的名义骗了你。我叫你们来，是要曝光吴诺尔的真面目，而你们却告诉我，不是吴诺尔，是另外一个人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是不是被吴诺尔收买了，要来堵我的口？林女士，林女士，请你冷静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算是吴诺尔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坐下，冷静一下。先坐下，好好想一想，要好好回忆一下你们的细节。当时你加了他微信之后，是谁开始聊天的？他为什么会跟这些素材都是何欢上传的？什么时候上传的？你怎么会想到把这个钱？今天中午1点多。其实我也怀疑，这是一场骗局。但是他说的太好听了。喂，你是拍了一条明星吴诺尔的新闻吗？对啊，马上把它剪出来，做今天晚上的头条。树男奉命。何欢，这是一条好新闻。这条视频呢，是我手机里的私人视频，你无权使用。你知道今天晚上没有一条能打的新闻的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为什么要上传呢？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新闻进行时的一员，对吧？我现在已经不是了。只要曾经是，就永远都是。你想要这条视频也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你说。就你刚才的态度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道歉，向大家道歉。我答应你。何老师，东东，栏目的人都到齐了吗？齐了。来，大家听我说一下啊。刚才因为我个人情绪不好，导致对大家的态度也都很差，在此，我跟大家说对不起，也郑重的向何欢道歉，向被我粗暴对待的记者道歉。白老师，你骂我们是为我们好。对，不骂我们怎么能进步呢？嗨，我们都习惯了。谢谢大家对我的宽容。其实我知道我在工作上边还是有问题的。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努力，但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对。我在此郑重跟大家承诺，以后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制片人。可以吗？半小时给你交稿。一会儿你去看一下何欢的素材，重新做一下串联单。今晚头条标题：明星骗婚，还是骗子骗财？好，白老师，我这个整理好了。哦，好。哎，这点儿你不应该在上课吗？不关你的事儿，你老师又生病了？做你的饭去吧。哦，你逃课了？我没有。没有啊。行，那我告诉你妈去。你不准告诉我妈。这不告诉你妈也行。那你说说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替你保密的话。我的乐高让你随便玩。那破玩意儿谁玩啊？那我让你听最炫民族风。还有呢？我再也不嘲笑你的品味了。行。不过呢，就算我不告诉你妈，你老师也会告状的。
我跟老师说我生病了。生什么病了？手疼。手疼？你怎么不说鞋疼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应该跟你老师说你肚子疼，哎，收放自如。这重呢可以卧床不起，这轻，一趟卫生间就解决了。那我等投资课的时候就说我肚子疼。但这肚子疼呢，也有 bug。一旦你老师关心你病情，给你妈一打电话，那不都穿帮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过来，我告诉你。下来点。你一定会模仿你妈签名吧？这都不会？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就会了。我会。那你呢？下次请假的时候，就以你妈的口吻打印一份请假条。这借口呢，用头疼、心口疼或者是肚子疼，随便你挑。最后呢，签上你妈签名，这样老师就不会追究了。对，那我下周就说我肚子疼，再下周就说我头疼，再下周就是我心口疼。但这些呢还不够有创意。那怎么才能有创意？怎么有创意啊？你可以呢说你爷爷过生日，你奶奶过生日，你太奶奶过生日，你太爷爷过生日，你家这么多亲戚，每个过一次生日，你能请多少次假呀？是不是？你简直是个天才。我只是过来人而已。那你能不能再教我几招？想学啊？想学的话，帮我把这些菜洗了，我就教你。谢谢师傅。叫大哥，知道吧？嗯，大哥。哎。其实我也有怀疑过，这是一场骗局。但是他说的话太好听了，我就打消了我所有的怀疑。我太傻了，我。李女士，你只不过是被骗子骗了，没有做错什么。但是你要是伤害你自己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一定会教他改过，不会让他用同样的方式再去骗其他的人，这样也算是保护了你的偶像。当然也一定要报警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喂，妈，你赶紧打开电视，调到新闻进行时那个频道，里面一会儿有我。你会笑话我？哎，你记好了，那个新闻标题叫"是明星骗婚还是骗子骗财"。受害者自己也说，他曾经怀疑过这一切的真实性，但是因为真相很残忍，而骗子虚构的世界让人愉悦，最终他选择了相信骗子，骗局也因此得逞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欺骗我们的不是骗子，而是我们自己。只有勇敢地面对最真实的自己，才能真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也只有面对最真实的生活，才能真正收获。灿烂的夕阳，沉默的守候，不曾遗忘，勇敢去做自己的光。你这大半夜不睡觉，捣鼓什么呢？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个忙，快帮我把这个光，我要打在这个金属配件上。这个金属配件啊，质量好不好，特别重要，可以多卖点钱。这些东西都要卖了啊？不是，那这么好的东西你卖了，你舍得吗？有什么舍得不舍得的？过去买它呢，是用来搭配，现在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来替我装点门面了。怎么突然想通了？其实我早就想通了，只不过拉不下这个面子而已。现在嘛，面子算什么？生活最重要。这给你卖个高价，这是经典老花，肯定会有人买的。
你相信吗？我信，多卖点啊，都卖了把钱还给我。你要不要拿几个去啊？我要是干嘛？我背不了。我不是给你，我让你帮我卖。你还是自己卖吧，我帮你打灯就行了。快拍吧，快拍吧。别动啊！哎，何老师，好久不见！上次给你家办的10年的那个花宴，还喜欢吗？挺好的。你看，你喜欢的花都到了。啊，这郁金香，刚到的，特新鲜。你看多新鲜！多少钱？现在这个便宜了，1桶才300块钱，要不全给你包起来？不用了，不买花了。哎，怎么啦，何老师？以前是每个星期都要在我这里买花的。家里出了点变故，现在钱要花在实处，不能随便乱花呢。那我送你一支吧，何老师。咱们可以没有钱花，但是不能没有花呀。谢谢。没事。慢走啊，何老师。哎，何老师。喂，妈。哎，昨天那个骗子假扮明星的新闻你看了吗？怎么样？那是，那个新闻，所有摇摇晃晃的画面都是我拍的。哎妈，你看到片尾那个本台记者为您报道没？那个本台记者就是你女儿。哎妈，你知道吗？虽然现在我是临时客串，但是说不定以后我也是领衔主演。我也相信。哎妈，我快到站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拜拜。那个，何老师，你刚刚的照片好好看呀！我一会儿发给你。何老师，哎，佳佳，何老师，你今天没开车，限行。我车卖了。怎么卖了？你那车不是挺新？欠债，卖了还债。那何老师，你怎么看着还那么高兴啊？就跟今天捡了钱似的。恰恰相反，我是把该丢的都丢掉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这个好好看，在哪儿买的呀？这个啊，朋友送的。今晚这个事情一会儿确实有点喝拿铁，但是我尽量想办法解决。我这次去办。喝美式就好。好，何老师。黄书记您好。黄书记好。昨天的表现非常不错啊。您看昨天新闻了？你们的新闻我每天都看。那提点宝贵意见啊？提意见不敢了，我只是觉得呀，现在的你比以前更有精气神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是一直在突破自己以前的状态。非常好，不过你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！你居然愿意回到新闻中心，从信息调度员开始。那还是受了您的启发啊！从零开始，重新学习，重新出发。好，加油！黄书记慢走啊。他谁呀？你刚来台里可能不知道，这是我们的副台长、频道总监兼频道党总支书记。那他是个大领导。何老师，你真厉害！我来频道有好几年了，很少听到黄书记这么夸人。进去吧。哎，花姐，花要给你插起来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何老师，
你今天穿的这么休闲，这花还挺特别的，跟你今天还挺搭。谢谢。侯老师，我头回见你背布包来上班，布包也挺好看的呀。之前那个库奇老花，我见你背特别好看，我也很喜欢，就是现在买不到了。你喜欢啊？那个包我刚好挂闲鱼了。哦，昨天晚上挂上去，现在应该没有人拍。你要喜欢的话，我给你打9折。啊，你把那包挂闲鱼了？我所有的贵包都挂闲鱼了。何老师，这是今天汇总出来的新闻，你看看哪条需要我们查？也在呢。那个可是限量版，我特别喜欢。你们要喜欢的话，都可以去看看。我闲鱼叫做寻欢不作乐，里面不光有包包，还有什么墨镜呀、衣服呀、鞋子呀，大部分都是9成新的，价格呢都是原价再打5折。如果你们要的话，再给你们打9折。我们昨天的新闻上微博热搜了，哪条啊？就是那个骗子假扮明星吴诺尔骗钱那个。领导看了吗？微博上面已经有100多家媒体和官微转发我们的新闻了。看过啦。现在啊，只要跟明星有关的新闻，热度都很高。你不觉得是我们的选题抓得好，稿子写得有深度吗？拍摄略显粗糙，但是细节抓得还不错啊，制作也有加分。这条新闻从头到尾都是何欢一个人弄的。他不是在接热线吗？啊，昨天出了点状况，他就顶上去了，是主动的。嘿，这还不错，可以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把他转去记者呀？哎呀，这个呀，这个频道人力资源部刚刚下发了文件，要求各个部门精兵简政，新闻中心的记者只出不进。是这样哈，老周，新闻进行时呢，每天2档节目，中午1档，晚上1档，1个半小时的直播，额定是1个制片人，4个主持人，3个编辑，30个记者，1个内务，3个热线员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4个主持人有1个制片人是兼职的，而且3个热线员只有2个到岗，记者也只有25个。不是有28个吗？上个月刚走3个，你忘了？而且据我了解，同样时长的节目，直击现场光记者就42个。你不让我去招兵买马，我内部调配你要再不支持我，那我真没法干了。哎呀，其实新闻进行时刚创立的时候，那也就10来个人，7、8条枪。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媒体跟你竞争啊。你是想帮何欢吧？我不是想帮他，说实话，我是想让他帮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看他的状态嘛，你把这个点开。此刻那位受害者正在派出所报案，相信不久之后骗子一定会落网，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哦，还是有点紧。但是在出境记者里边，应该已经能排前3了吧？你再看下一条。林女士，您以往有过恋爱经验吗？有过几次？那您有觉得这一次和以往会有些奇怪的地方吗？我有觉得，但是我又告诉我自己，对方是明星，所以跟其他的恋爱不一样。过程当中一次都没有怀疑过。他的提问敏锐、细致，亲和中又不乏犀利。这正是何欢的风格。我觉得他做主播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是他现在展现出来的采编能力已经赶超大部分记者了，再让他做接线员，太屈才了。老邹，如果你也想新闻进行时能够重现昨日辉煌，我们需要何欢这样的记者，而且越多越好的。好，那这样，你写个用人申请，
我这就去频道委员会找他们。好嘞。你好，新闻进行时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地址我发你微信了。你好，新闻进行时，我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周主任，白老师，我来报告。何欢，恭喜你啊！你升为记者，那是主任帮你争取的。但是我作为节目的制片人，持保留态度。你那条新闻确实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。谢谢你对我运气的肯定。我需要提醒你的是，现在的媒体环境跟13年前很不一样。以前我们7分努力就会有10分收获，但是现在12分的努力都未见得会有1半的收获。我也不是13年前的自己了。很好，希望早日看到全新的你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？现在，这是我的报题，可以采访。邹主任，谢谢您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你刚才为什么这么说？一个人有对手，会成长得更快一些。我们继续。我很快会回来的。完美。喝了那么多酒，你还敢开车？您不觉得非常危险吗？
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踩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，行不行？俺去哪儿啊？我操去！哎呀，你们这现在是晚上的11点50分，我们的交警仍然在坚守岗位。在这里也要劝告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，一定要做到聚餐饮酒不驾车，驾车坚决不饮酒。新闻进行时，记者何欢在现场为您报道。截至记者发稿时，交警昨晚查处。今天频道编委会开会，对咱们近期新闻进行时的表现赞誉有加。驾驶机动车2起。何欢功不可我们也没。再次提醒大家，酒驾害人害己。每天2条新闻，而且质量都不差。在交通安全之外，菜价也是关系民生的大事。看来何欢正在慢慢的找回自己。他是在很快的找回自己。节前节后的菜篮子，请看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呢是在万家农贸市场。其实每天当我们还在睡梦当中的时候呢，这个市场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了。大姐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您在这个市场已经多久了？何欢还真够拼的啊！这半夜11点多还在大街上，这凌晨3点又跑到农产品交易中心了。是的。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说是我需要他了吧？最近的生意好吗？最近生意都还行吧。谢谢谢谢。圆圆姐，这有一份你的快递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一审的结果出来了，法院对离婚不予支持。如果我提出2次诉讼的话，这个判决会有改变吗？法院的判定标准是感情确已破裂，一般情况下确实感情破裂无法挽回才会第2次起诉，所以一般法院会走离离婚的。那我半年之后提起2次诉讼。好的。我来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不能在台里说，还非得出来啊？气都气饱了，谁敢让你生气啊？还能有谁？曹导。哦，晚会开始排练啦？排2天了，但是也给骂了2天。他嫌我不会走位，嫌我什么没有镜头感，嫌我不会应变。是，曹导这个人出了名的脾气不好，正常。关键是，我还请他喝咖啡，还送他小礼物，还让我叔叔给他打招呼。可他倒好，咖啡喝了，礼物收了，我叔叔电话也接了，但是一排练照骂不误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了。对付曹导，我有绝招。什么绝招？谢谢。快教教我。曹导这个人啊，最怕的就是女孩子哭。你只要当着她的面，哪怕是没有眼泪，就是有那个哭腔，她心一下就化了。真的？你可以试试。你看，他的电话我都不想接了。你赶紧接啊！你要不接，他会更生气。喂，你上午为什么迟到啊？全部人等你一个。你是脸大呢，还是电视台是你家开的呀？啊？你本来就笨了，又没有经验，你还不抓紧时间排练？啊？你要是想上台丢你自己的脸，我不管，但是你别丢我的脸，
别丢电视台的脸啊！曹导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迟到的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别哭别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越双实线超车，被警察抓住了。曹导，对不起。啊，这样啊？哦。我本来想早点到的，结果呢，反而迟到了。曹导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哦，那好了，你先别哭了，你先别哭。我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吗？我刚才可能说话有一点火啊，你别介意。你下午早点来吧，好吗？好的。知道了，曹导，拜拜。这招果然有用。我跟你说啊，曹导这个人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下次你们在排练的时候，如果他发脾气骂你，你就当着他的面给他来2滴眼泪，哎，说不定他一把把你搂怀里安慰你都有可能。圆圆姐，谢谢你。等晚会结束了，我一定要请你吃饭。别跟我那么客气。说实话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为什么？你分担了我的主持工作，这样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安心去拉广告了。这不是零度家具的单子已经下来了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你真不介意我抢了你的晚会主持啊？说不介意吧，那是假的。但是当我把钱拿到手的时候，我会发现，那些才是假的，只有钱才是实实在在。不啊，我觉得人生过瘾最重要。嗨，那是因为你不缺钱。哎呀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那钱呢？它……哎呀，好可爱呀！啊，咪咪，这是布偶吧？对。啊，它好乖啊。是。哎呀，真可爱。我先走了。好，不打扰。我天哪，它太可爱了。你怎么了？你不喜欢猫啊？不是，你不知道，我从小就对动物毛过敏，我只要沾上一点点，1分钟之内全身立刻起疹子，脸上也会变得又红又肿的。这么严重啊？那确实，怪不得你害怕呢。